欢迎收看第1050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啊。这位女士呢，这2天去美国白宫把这个奖牌送给了特朗普啊，川普。那川普一直想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吧？这个事情啊，怎么说都很容易挨骂。在华语世界呢，你要么就坚持极端的情绪化表达，反川就反到底，凡是川普做的事情说的话你都骂，这样的人呢可以获得流量。或者呢就挺川挺到底所有批评川普的声音你也都去骂，你也可以获得流量。可惜呢我就两边都不是我一直说我不是个左派，我也不是个右派。那么很多人给我扣左派的帽子扣了3年了。那不可否认左派的有一些理念我是支持的，但是我也不是看不到有一些极端左派的危害，以及很多标榜自己是左派的这些人士的虚伪性我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呢我想说虽然我对于川普我之前有过很多的批评，对吧？我从一开始呢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人我不是说我现在就喜欢那他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我不喜欢的点比如说一些言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很夸张的一种表达，这个都跟我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不想做一个说凡是川普做的事情我们就反对，凡是他说的话我们就要反对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这次这个转赠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是怎么看的我觉得我们无形之中很多人就是反对川普这件事情的人很多人都是掉入了一个所谓的左派精英的这种语境里面，就是我们太把这个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当回事了。其实这个奖是什么呢？这个奖在它的历史上，这个颁发的历届的获奖人其实有很多是名不副实的，有很多的这个颁奖结果是很奇怪的你比如说09年颁给奥巴马，他刚上任美国总统，还实际上没有做什么政绩，就把这个奖颁给他了。所以更多的其实这个奖是一种概念性的颁奖。那我们看到了诺贝尔只有这个和平奖是在挪威颁的，其他都是在瑞典，对吧？当然这个是遵从于诺贝尔先生的一个这个遗愿他就是这么安排的。他认为当时在挪威这边可能在政治上更中立一点，所以可以更好的选择出这个和平奖的得主。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概念性的奖呢？它是一种在这个理念上或者一些前瞻性上去奖励就是这个获奖者那么他的一些言行有可能可以推动一个地区的和平，只是有可能。所以呢这就很有意思了。那我们在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上看，究竟是这个反对派的领袖这个马查多他做的事情更有利于这个委内瑞拉的和平呢，还是最近这个川普这么蛮干，直接把马杜罗抓了，反而更有利于委内瑞拉的和平呢？如果我们只在委内瑞拉这个和平的问题上，在他们两个之间选一个人得奖就在他们俩之间比较没有第3个选项的话，那你会选择谁呢？所以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我们只是把一些相对中立客观的想法表达出来，就会被贴上标签我昨天在推特上竟然被人贴了川粉的标签。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华语世界，你想特别平静的聊一个事情有多么的难我觉得呢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什么可批评川普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他用他的方式去戏谑了一把直接给戏谑了。就是你什么都不是，对吧？你好像高高在上你是一种精英的话语体系的表达我们来决定这个世界的一个运行方向，我们决定什么是和平我们决定谁对这个和平贡献最大，对吧？就是这些所谓的偏自由派的偏左派的这些精英人士的一个话语权嘛，掌握在他们手里。但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左派啊，有的时候很虚伪？为什么说他们做的极端之后对人类反而是一种危害？因为你太脱离实际了，你太脱离实际了啊！你有很多的就是跟你平时政治正确你聊的这些话题不相关的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些苦难，你视而不见。你不只是双标，你是多标，这是左派的很多问题。视而不见之后，那你给人的印象就是虚伪嘛，对吧？你在你自己的一个圈子内互相吹捧，互相颁奖啊，掌握着一些学术大学主流媒体的这个发声的这个管道，然后你想塑造你心中的一个世界的样子，但这个世界和你的认知实际上有很大的偏差。那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去戳破一些左派人士的虚伪，和把他们的一些精英的这个发言权啊剥夺过来或者抢夺回来，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于整个世界的平衡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点上，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啊，就是有的时候很奇怪的一个奖项，把他的这个权威性给颠覆掉啊。川普等于用他的这么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啊，戏谑了一把。现在这个奖给人感觉就是没什么太大价值啊，你也不用太当回事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刺破或者这么一个颠覆的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啊，这是我的看法啊。那如果你就是纯粹因为讨厌川普而听不得任何，都不是赞赏他的声音啊，听不得任何不批评他的声音，那我觉得是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你是不是太极端了，对吧？极端是我们面对所有问题首先要规避的一种情绪状态，对吧？你不能说往自己身上贴了一些标签之后，你就变得极端啊，给自己贴上左派，然后所有的右派都是你的敌人，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说法吗？对吧？你自己贴上，比如你是川粉，那么所有批评川普的人你都很敌视，或者反过来啊，你是反川的人，那么所有这个没有站在你这一边痛骂川普的人，你就受不了了。这种很极端的表达真的是不可取的啊。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呀，其实世界秩序在发生改变，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聊的东西，对吧？那么在这个世界秩序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脑子里有一些自由派人士啊，可能我也比较偏自由派吧，就一些自由派人士，我觉得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有些观念，你要去核查一下，它是不是还奏效，它是不是有原本的一些问题存在，而你并没有发现，你被限制在你这个语境里了，你就要这么说，你就要这么想，对吧？任何的颠覆，你都觉得把你挤出了舒适圈，好像剥夺了你的这种精英式的话语权。其实我们看华语世界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大部分都是反川的人啊，那他们自诩为是一种精英，包括有一些频道，我今天不想点名啊，但是我发现这些频道实际上互相也在形成一个矩阵，就是互相吹捧，互相虚伪，互相颁奖啊，形成了这么一个，我现在管他们叫伪精英矩阵，就这么一个矩阵，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发掘啊。那么我之后可能也会做专题的节目去揭露他们啊，因为我发现华语世界有非常多的矩阵，就是抱团嘛，对吧？很熟悉的，大家知道有法轮功矩阵，对吧？之前有郭文贵矩阵，你包括什么8964民运的也有一些人，对吧？形成矩阵，有的人是听床师，有的人是做假证币生意的，有人做移民生意啊，也有这么一个矩阵。后来白纸运动这一代人出来，也有一个矩阵，对吧？互相吹捧，也抱团，有的还发币啊，形成一个发币矩阵，都有啊。包括后来的王志安啊，围绕着王志安去吹捧王志安、舔王志安的，也成了王志安的矩阵，非常多的矩阵。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要看到有我刚才说的这个伪精英矩阵。表面上这些频道这些人啊，都是大家平时嘴里说的啊，三观特别正，但是你仔细去看，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对世界议题的选择和他们评述的角度，其实有极大的虚伪性，就是它并不客观。
有的时候明明不是这样，但是他非要去怎么说呢？照着他过去的这个稿子去念，他不敢颠覆他自己的认知，他不敢诚实的面对这个世界。你就像这一次，这个马查多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给川普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我看到了很多之前好像三观很正的，然后在这个事情上还是那个姿态狂批川普的各种人品、人性什么，就已经完全不堪了。我觉得有一说一，在这个事情上我看不到有多大的不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诺贝尔和平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把它的权威性颠覆掉，让大家其实在这个点上，实际上是给大家了一个契机，就无论是川普还是马查多一起给大家一个契机，我们好好去想象一下，什么是和平？对于委内瑞拉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那些左派嘴里喊的什么程序正义你要遵守国际法呀，你要怎么样？是这些东西吗？还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看到的全球每一个委内瑞拉人脸上的笑容，以及实际这个国家这个历史进程的改变？所以就在这个点上，谁更应该拿这个奖呢？你不能为了反川普而没有底线的，就是连事实都不承认吧。OK， 这就是我这2天在话语世界所观察到的，分享给你们。感谢收看、订阅、分享。